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真正的知识是什么？为什么很多人经常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的书，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却并没有什么卵用呢？我强烈建议你把这期视频看完，因为通过本期视频，你将了解到所谓的知识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你认为你懂的就是知识，真正的知识是有条理、有体系，能够理解和应用的。为什么我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单一的知识点，甚至是看似深奥的理论，都无法帮助到我们实现目标呢？所以我将在本期视频改变你对知识的认知。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吧。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文章。先看内容，他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早上闹铃响起，眼睛一睁抓开手机，然后打开得到 App， 倾听60秒的罗胖教导。然后刷牙跟吃早饭的时候呢，打开喜马拉雅 App， 完成了30分钟的音频学习。然后呢，他出门上班，坐在地铁里面，抓紧打开知乎，然后听了3名经验博主的分享。中午吃饭的时间又打开了在行，抓紧学习如何成为写作高手。下班路上又打开了得到，在上面订阅了5个专栏。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打开看看别人的直播，听了听普通人是怎么实现财务自由的，然后带着满满的充实感，兴奋无比地进入了梦乡。他学了一大堆的名词，什么叫跨界思维，什么叫认知思维，什么叫终局思维。然后呢，好像没有然后了。他每天还在不停地加班，还在不停地学习，好像日子永远没有尽头。为什么有些人读了那么多的书，感觉并没有什么卵用呢？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明明这么辛苦，拼命的生活，却没有任何的本质的变化呢？为什么？我希望你知道一点呢，就是书是看不完的，名词是学不完的，概念是记不完的。这句话你听过没有？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个是出自《庄子·养生主》里面的文章啊。很多学校都把这句话挂起来放在墙上。很多学生看了之后呢，哇，无比的励志。他说，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所以应该活到老学到老，用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是不对的。这句话还有后半段，后半段是什么呢？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就是你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愚蠢的。但是要注意，这句话还没完，它还有第3句，以而为之者，殆而已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明明知道书是读不完的，你还在不停地去读书，那就是愚蠢当中的愚蠢。你知道研究世界有2个方法吗？一个叫演绎法，一个叫归纳法。什么叫归纳法呢？就是我看到一个乌鸦是黑的，2个乌鸦是黑的，3个乌鸦是黑的，10000个乌鸦是黑的，所以天底下的乌鸦都是黑的。我有足够的算力，我见过足够多的东西，然后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大概率是正确的，这个叫归纳法。那什么叫演绎法呢？演绎法是2点之间直线最短，我通过这个原理可以推导出来无数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复杂情况，我都可以用这个去应用，这个叫演绎法。也就是说，只要它的基础原理没有错，你就可以通过基础原理推导出来很多的结论。只要这个论证过程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结果就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来了，什么时候应该用归纳法，什么时候应该用演绎法呢？答案是看算力。计算机经常用的就是归纳法。比如说阿尔法狗去下围棋，他并不是懂围棋，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自己的左手跟右手下了1万盘、10万盘、100万盘，然后他什么样的棋盘都见过了。所以当他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知道怎么走最容易拿到最好的成绩。但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他只是发现，这么走是对的，他这个就是归纳法。他的优势就在于简单粗暴，但他的缺点在于他们要消耗大量的算力，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不能够理解问题的本质。比如说，你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说什么机器人打败了什么围棋大师啊，
好像机器人有多么的厉害。那我就问你该怎么破？怎么破解？既然什么样的棋盘这个机器人都见过了，那请问怎么破解？怎么打败它？答案是把规则稍微变一下。是的，你是记住了很多的棋局，你下的棋很厉害。可是唯一的问题是你不理解，你不理解这围棋是怎么回事啊。那这样的话，我只需要在棋盘上扣掉了5、6个点，然后我告诉你这几个点是不能走的，那这个时候对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人能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但机器不行啊，机器对它来说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全新的棋盘，它之前所有的推演都全部失效。也就对我们人来说，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不是算力，我们的优势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通过几个简单的底层原理，然后推导出来一些复杂的事情。就你不需要记那么多的东西，你不需要下1万盘棋，你不需要左手跟右手对弈几千个小时、几万个小时，你只需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策略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些东西再去反推就可以了。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算力小啊，它不需要你花那么多的精力，不需要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其次，它还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比如说你砍掉1半的棋盘也不影响下棋呀。这个就是对我们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演绎法。这个世界的条件太多，变化太多，因素太多。你如果试图每一个都要拿到一本说明书的话，那个说明书就会无限的厚，厚到你这一辈子你都读不完。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说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真正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去寻找一个更底层的规则呀。当你有了这些规则之后，你再去看它，万事万物它都是相通的。所有的新的东西，你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过是在这个规则之上进化了那么一点点，换了一套衣服，换了一个眼镜。但如果你没有这套规则，你看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虚的，稀里糊涂的，你看到了任何的东西都觉得要重新学习，这样你会觉得永远都学不完。但如果你建立了这套基础的规则，你再看看万事万物，在新的东西，你会发现不过就是历史的重复。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读了这么多的书，却感觉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他们采用了一个错误的策略。他们把自己当成了计算机，他们在尝试用归纳法的方式去归纳总结这个世界。那这样的结果就是他永远学不完，永远都会有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快累死了，永远觉得知识浩瀚无边，无穷无尽。就像一个学渣做了20本题库，结果在考试的时候又发现，怎么做又不会做了，反而是觉得是我题做的不够多，还要再买20本。我告诉你，你再买20本，再买200本，你也考不了高分的。你看那些学霸学神是什么？都是大道至简的。他知道这个核心是什么，他知道这个老师要怎么考他，所以再怎么样的去变换题目，他都能考到高分。但是大部分学生是不懂这个的，他们都考得不及格，都发现一个人居然还能考100分。那么大家就会说，哎呀，老师没教你的，你怎么知道呢？这种底层的规则才是10倍100倍拉开差距的关键啊！为什么很多经常感觉自己读了很多书，却没有什么卵用呢？因为他拿的全部都是碎片，他拿到的是一个又一个被别人建立好的计算结果，他不知道背后的原理啊！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他在用题海战术去应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你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不是勤奋程度啊，而是做判断。真正的勤奋是做对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要知道怎么回事啊，在未知当中判断出来已知啊。A、B、C、D 4个选项你都没有见过，但是你就能判断出来哪个好。这个世界上有2种劳动的，一种叫体力劳动，一种叫风险劳动。体力劳动不值钱的，体力劳动可以用机器去取代。体力劳动不管你流多少的汗水，都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廉价的替代你，它不值钱。所以很多靠体力劳动都很辛苦，又加班又熬夜的，但赚到的钱不多呀。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劳动，叫风险劳动。比如说我们看金融，对吧？看到一些做期货的，他好像也没有做什么，那他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的钱呢？因为他在做判断呢。他所做的东西都是在猜大和小，对和错，判断涨跌，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回报远远高于你的汗水呀。你的人生不也是吗？你知道这个世间99%的事情，就在做选择的那一刻，80%的结果就定了。后面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勤奋，无非就是那20%的修修补补。可是人生难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它还不是普通的考试，它是难点前置的考试。他把最后一个压轴的题放在了第一个考，这可是要了命的。你打游戏都是从简单到难的，对吧？那是游戏为了让你继续玩下去才这么设计给你的。你上学也是一样的，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一级比一级难，对吧？但是人生不一样，它不是等你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足够的阅历之后再去做判断的，它需要你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做出人生3个最重要的判断。比如说你18岁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你要去选一个专业。你为什么选金融啊？为什么选计算机呀？为什么选科学与技术啊？你为什么选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啊？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学呀，因为你的爸妈让你学呀，你的班主任说学这个东西好啊，将来可以找好的工作，工资高，所以就这么简单的选了。你22岁的时候对职业一无所知，社会运行规律一无所知，你刚刚踏进这个社会，像一个小白兔一样，就需要选一个干一辈子的职业。你26岁的时候对婚姻一无所知，不清楚这些婚姻当中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没有见过太多的挫折，没有见过太多的人，你就要找一个一辈子的伴侣。也就是说，最难的几个压轴题，在你一无所知的时候全部都交给你了。这些东西你要是选错了，你后面的缝缝补补就没有意义了。但是绝大部分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随波逐流的。大家都选这个专业，那我就选这个专业呗。大家都找这个职业，那我就也找这个职业吧。大家都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我也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了吧。大家都是26岁结婚，那我也是26岁结婚。他在寻找一个群体的安全感，就是他不敢下注，不敢为自己的判断负责。他为什么不敢下注？他为什么不敢为自己的判断负责？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知识。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如果你读了很多的书，却感觉整个世界都辜负了你，处处与你为敌，那么请你自信一点，其实就是你没文化，仅此而已。这个世界的知识一定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除非你学的知识是错的，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啊。这里我们就说2点，一个叫读知识，一个叫伪知识。什么是伪知识呢？就是量子能量被，什么盖着这个被子睡觉，它的量子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得更好。什么仙人掌可以防辐射，买个仙人掌放电脑，那就没有辐射了。打电话就贴个仙人掌打，不辐射你大脑了。这种叫伪知识，是商家让你交的智商税。但是如果你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过大学的人，这种东西根本骗不了你啊。他怎么可能骗得了你呢？这种伪知识不害人，因为它太笨了，它太蠢了，它的伪装性太差了，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有问题的，它是错的，它是要害你的。但是真正害人的是那些读知识啊。所谓的读知识是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充满了各种的哲理，但是却能够害你终生的。比如说，你学会了各种的心灵鸡汤啊、励志成功学啊、各种的名词啊，每一个看起来都特别有道理，可是你不知道要怎么用。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是矛盾的。比如说，你知道 KPI 又知道 OKR， 你觉得每一个都很好，那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个呢？比如说，你知道力排众议，又知道一意孤行，每一个都好像没有错，每一个都是心灵鸡汤。好，那什么时候应该听大家的意见？什么时候应该按自己的主张去做到位呢？比如说，你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那什么时候用什么呢？比如说，你知道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少喝水，否则的话会稀释胃酸，对胃不好。但是你也知道多喝粥的话可以养胃，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就是当你的知识全部都是碎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致命的问题，它们好像都是对的，它们相互的冲突。你积攒了一堆的树叶，收集了一堆你喜欢的颜色，每一颗都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精美。但是你忘了一点，这个树叶是栽不活的。在树上的时候特别的漂亮，但你拿回家的时候它就死了，因为它没有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那些不停学习的人，他们都忽略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知识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他的每一个砖头看起来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他居然以为他收集了足够多的砖头，就可以自动盖起一座大楼。不对的，这两者之间呢是有生质隔离的，它们是生和死的区别，是有机和无机的区别。你把任何一个楼盘拆解，它无非就是钢筋、水泥、砖头。那这些东西跟一个楼房相比，它本质的区别在哪？至于有没有有机的结合起来，有没有形成一个全新的东西，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堆在那里。而核心呢，就是两个字：减熵。所谓的熵呢，就是混乱度。你衡量一个东西有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你就要看它的混乱度有没有变化。记住了，这个世界是为减熵付费的。你仔细想一个问题啊，同样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一模一样的代码，为什么开发一个 Windows 需要几千个工程师，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投入几百亿的美金，但是你复制出一个盗版的，它只需要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卖的人还能赚钱？为什么？因为一个减熵，一个没减熵。一个是在完全无序环境当中拼凑出来的有序，把一个又一个的零一的开关按照某个规则一点一点的堆积出来的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活的，可以自动化的去运行的。而复制盗版呢，仅仅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再复制一份，它的混乱度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它的结构没有任何的变化。而这个也是知识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减熵。你只堆积没有用，你堆积再多它也没有价值啊。真正的有价值是把这些东西按照某个规律组合起来。在组合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不合适，有些东西它匹配不上，有些东西你得扔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拥有真正的知识，而不是一堆看似非常合格的碎片。很多人所谓的学习啊，他不过是拿到了一堆方向盘、发动机、离合器、轮胎、轮毂。你收集再多的东西，你说我把发动机再搞多10倍来，离合器再多20倍，不好意思，你的本质也是一个报废的停车场，因为它的混乱度没有变化，熵没有变化。所谓的本质变化，就是把这些零件给拼凑起来，一个能开起来的车，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能早也不能晚，不多也不少，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零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拼凑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些离合器匹配不上变速箱，有些轮胎呢不匹配轮毂啊，有一些发动机呢是不适合传动轴的，有一些火花塞呢装不进去的。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有些东西原来看上去有用，装起来才发现是需要扔掉的。重点来了，在这个组装的过程当中呢，你会一遍又一遍的失败，
一遍又一遍的重来，一遍又一遍的尝试形成体系呀。然后你会逐渐的认识到，哦，发动机可以了，变速箱可以了，前后轿车车架之间的关系，你会形成一个无比立体的概念。最终在这个概念的指引之下，你才能拼成一台能开动的车，这个才是真正的知识体系。不成体系的知识毫无价值，它甚至不配叫知识。所谓的体系呢，是由体、用、数三部分组成的。首先你要有原理，比如说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T 等于 RT。有了原理之后呢，你才会产生具体的应用，比如说水平对置发动机应该如何构造。再然后才是一些细枝末节的技巧，比如说节油型发动机的100个设计技巧。就是从原理到应用到技巧，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就像物理学的大楼，不能有一个地方出错，不能有一个地方矛盾，它才能搭建起来。否则你会感觉，咦，为什么读书完全好像无用？好像什么都懂，又好像什么都不懂，因为储存是没有价值的。这个才叫坚不可摧，这个才叫真正的知识。你是杠精，你想推翻任何一点，不好意思，麻烦你从最基础的原理把它推翻。你想推翻这个证明，不好意思，麻烦你先把2点之间直线最短给我推翻了。这个才叫演绎法，这个才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个才是我们人类认知世界正确的方法，这个才是用有限的生命去应对无限知识的正确的策略。如果你没有体系，你会发生什么呢？会被坑啊，而且你还不知道自己被坑。因为你的知识是死的，不是活的。你没有组装过来的这个汽车，如果当我给你一辆坏的车的时候呢，你是看不出来的。那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离合器不匹配的时候呢，你是不知道的。你觉得它是一辆好车，你觉得它是一辆能开起来就没问题的车。要知道，这个世界是环环相扣的，少掉的任何一环系统都是死的。可是如果你没有体系，哪怕它少了一些关键性的环节，你也发现不了漏洞啊。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存在很多这样的事情，明明少了最关键的一步，明明这个故事断层连不上了，但是很多人看不出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年马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昨天是残酷的，今天残酷的，明天残酷的，后天残酷的，但是大后天是美好的。太多的创业者倒在了后天晚上，对不对？如果没有体系，你就会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啊，讲得很不错呀，我们应该坚持。可是如果坚持能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企业倒闭呢？如果你有了解过阿里巴巴的故事，你会知道阿里巴巴当年在中国50块钱的打车费都出不起，写字楼都租不起，租的是民房，连隔壁的阿姨都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怎么就坚持的，让大洋彼岸的老外都用上了阿里巴巴了呢？他这一步是怎么过去的呢？你没组装过，你就不知道了。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宜家的崛起，这个相对好理解一点。你去看很多的商人的故事啊，全部都是把这种故事硬生生地干成了童话。因为物美价廉，所以就崛起了。那我就问你了，那他的对手为什么不能物美价廉呢？也可以呀，对吧？对手为什么不能跟进呢？其实也可以的呀，对吧？因为你没组装过，你就不知道，你就看不出来它的漏洞。关于这一点呢，我会留到后期的影片去讲，因为我将会对商业思维这个话题啊，专门做一个系列的影片。所以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呢，请给我的影片点赞并分享出去，然后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让我知道我的视频是对你有帮助的，我的内容是有用的，这样我才更有动力的去做，并且更清楚我需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内容。这期视频呢，我只需要你建立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体系，把你之前所有的碎片全部都扔掉，你不需要学任何一个具体内容，你根本不需要学，你真正需要建立的就是体系。
就像你根本不需要去收集任何一个砖头、任何一个水泥、任何一个钢筋一样，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值钱。任何一个东西，它都像京东的采购一样，你要先明白你要盖什么楼，盖多少层，用什么样的水泥，用什么样的砖头，打多深的地基，用什么样的钢筋，然后再根据这些东西去反向采购就好了。所有的具体学习，所有的具体的技能都不重要，它无非就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需要什么你就去学什么。但是在学之前呢，你有没有建立整个体系和框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说说服一个人这么的难？因为你真正能改变人的是一整套体系呀，他需要整车一起去传输的。你单给他一个发动机，他不理解；你单给他一个离合器，他也不理解；单给他任何一个零件，他都不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尝试解释清楚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总是能再问出10个问题来。不解决体系的知识毫无价值，永远记得真正的知识是体系。如果你认同的观点，请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帮我一起去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人。如果你对本期影片有所收获的话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见解。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